甚至脑海都雷霆轰隆的。在他的目中，他立刻就看到前方第10台阶外，此刻竟逐渐的幻化出一块又一块弥漫了威压的巨大石块，11、23、35、49、67、81，直至100。这怎么可能？100台阶！李东浩只觉得头晕目眩，身子都有些站不稳，似眼前的一切荒诞到了极致，超出了他的想象。在他的目中，他前方的大量台阶此刻直接就铺展开来，算是之前的那些整整100台阶，层层攀升，散发出沧桑的气息，屹立在李东浩的面前。尤其是他注意到，越是后侧的台阶，其上存在的威压就越大，已超出了他的想象。李东浩身体颤抖，目中带着茫然，此刻心神已经要崩溃，被这多出了100台阶生生的坍塌，傻在那里。这是怎么回事？李东浩面色苍白，喃喃中，他的身体随着心神的坍塌，再也承受不住脚下台阶的威压，脑海轰鸣中，整个人直接就被轰出台阶。随着传送之光的闪耀，他的身影顿时就被卷出了这第6关。出现时，已在了扇子把手的广场上。因轰出之力太大，出现在广场上的李东浩身影刚一露出，就直接喷出一大口鲜血，身体踉跄的退后几步，目光依旧充满呆滞，还带着无法置信的茫然，好似受到了难以形容的打击，就连信念也都要碎裂一般。这不可能，怎么会这样？明明是9个台阶！李东浩失魂落魄，口中喃喃的同时，他实在是不敢去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甚至就算是此刻因失败被传送出来，他依旧有种那一切如同幻觉的感受。此刻猛地就抓住一个身边的邪皇朝的半神同伴，许道友，你也去过第6关？第6关有几个台阶？那被李东浩抓住的半神修士，眼看李东浩那弥漫的血丝，茫然中带着好似惊恐的目光，也愣了一下。9个呀，李东浩，你怎么了？这位半神修士迟疑了一下，开口。听着对方的话语，李东浩的脑海再次嗡鸣，呼吸粗重无比，似还是不甘心。他退后几步，又找到了几个都卡在第6关的半神，向着每一个人都问了一样的问题。9个，9个呀，这是大家都知道，已不是秘密。李东浩，你干什么？这种问题还需要问吗？你自己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听着所有人的回答，李东浩身体越发颤抖，一股强烈的无法形容的委屈，在这一刻，随着众人的话语彻底爆发了。你们都是9个台阶，为什么我遇到的是100个台阶？李东浩彻底崩溃了。之前在关卡里他已经近乎崩溃，如今知道了答案后，他觉得这残山对自己充满了无法形容的恶念，这种恶念已经让他绝望了。四周众人此刻也都在听到了李东浩的话语后，纷纷心惊，一个个虽狐疑，可却越发谨慎，觉得这关卡的难度应该是会偶尔改变。与此同时，对李东浩也都有了同情。这李东浩倒霉啊，想来这关卡难度改变应该是几率很小，这都被他遇到了。我们要加快速度啊，我可不想在第6关看到100个台阶。众人议论时，坐在远处的白小纯此刻也目瞪口呆，与其他人只是听李东浩的言辞所想象的画面不一样，白小纯可是亲眼目睹了一切的发生。那第6关的100个台阶，别说是李东浩了，就算是换了白小纯，他也都没把握能闯过。此刻他看着那崩溃的李东浩，看着四周众人引以为戒的议论，渐渐的白小纯倒吸口气，随后在心中升起的则是狂喜。我只是想了一下，希望难度加大让他过不去而已，可这第6关居然真的就难度改变，出现了100个台阶。白小纯的呼吸也不稳了，他的目中冒出强烈的光芒，他觉得有一扇大门在这一刻于自己面前彻底打开。原来我占据了这残扇2层烙印后，不仅仅是堪比闯过20关的状态，我甚至可以修改前20关的难度。天啊，我之前太傻了，不应该去想着自己多走出几关，我应该换一下思路啊。凭着我的权限，凭着我可以操控难度的能力，我在这里，他奶奶的，我就是神灵啊！我的目标并非自己多么努力，我只要能不让人闯过第20关，那么等这一次试炼结束后，我就是暗中的第1啊！白小纯越想越是激动，到了最后，他的双眼金芒无尽，他觉得这一次的残扇试炼一下子就变得前所未有的有趣起来。哈，我才是这残扇内最大的守护者，阻止所有人成功。在这喜悦中，白小纯更是有了一种使命感，他美滋滋地抬起下巴，正要感慨，可就在这时，他忽然察觉到广目天尊所在的通道上，在那第17关的位置，光芒闪耀，广目天尊成功闯过17关，更是没有停下，在扇骨出现后，再次踏入第18关内。这么快？白小纯一惊，但很快就坏笑起来。广目老贼，我最恨你这种作弊的，这一次你要是能过到18关，我白小纯跟你一个姓。第1089集，绝望的广目天尊。残扇第18关。这里是一片浩瀚的沙漠，无边无际，天空烈日炎炎，大地飞沙走石，在那风暴中似要遮天盖地。站在这里，首先感受到的就是一股荒凉之意，透过那风沙，
能隐隐看到地面上存在了不少的骸骨，这些骸骨的年代都太久太久，不知被埋在这里多少岁月，甚至也分不清这些骸骨是真是假。总之，这第18关，广目天尊在进入的一瞬就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可他目光一闪，这危机感不但没有让他怯步，反倒激发了万丈豪情。此番残善，我广目第一个成为准子，任何关卡我都是第一个闯过之人。注定了，这是我广目天尊的机缘；注定了，这是我的造化；也注定了这一次，我将成为这主宰至宝的主人。广目天尊背着手，深吸口气后，目中露出强烈的自信。他的确自信，无论是之前的关卡，还是如今的这第18关，他广目天尊都是第一个踏入者。这与他身为天尊大圆满有极大的关系。可以说，这整个残善内，他之前唯一需要注意的只有古天君。至于白小纯，在广目天尊看去，以后不好说。可现在刚刚晋升天尊的此人，只不过是个跳梁小丑罢了，虽有些难缠，可若他真的想要击杀，他还是有信心与把握的。这第18关虽有一定难度，可我的目标绝不会止步在这里。不知道若能走过20关后，又会有什么样的权限？广目天尊微微一笑，身体一晃，直奔风暴而去。就在广目天尊冲出的刹那，风暴内那无数的沙土在阵阵呼啸声中瞬间就凝聚在了一起，化作了一颗巨大的头颅，甚至都散发出天尊的修为，猛地咆哮，向着广目就吞噬而去。广目天尊眯起双眼，没有半点停顿，铁塔般的身躯如同离弦的利剑，带着一样惊人的尖锐之声，刹那就与那天尊修为的巨大沙土头颅站在了一起。轰鸣之声顿时在这第18关内爆发开来，回荡四方。与此同时，在广目天尊注意不到的这片世界的上方苍穹中，有一双眼睛正死死地盯着这里。这眼睛的主人自然就是白小纯。白小纯的意识无人能察觉，可以说是与广目天尊同时进入到了这第18关内。他没有立刻就轻举妄动，而是观察广目天尊。这广目天尊的确强悍，此刻与那巨大的头颅交战中，巨响回荡，有让天地色变得波动，向着四周不断的扩散，甚至大地都震颤起来。而那天尊站立的头颅，竟渐渐不是对手。看我这一次怎么玩死你！白小纯哼了一声，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让他很是舒坦。可这广目天尊的战力还是让白小纯越看越是心惊，这家伙肉身的强悍程度竟超越了我。只是在其恢复上，他虽不如，可凭着其神通之力，竟也弱不了太多。唯独在持续性上，他的爆发不能坚持太久。白小纯目光一闪，看到那广目天尊一声低吼后，其双手掐诀间，竟在其身后幻化出了一根巨木，向着风暴内沙土形成的头颅直接轰击过去。一击、两击、三击，一连3下轰鸣，那头颅口中传出凄厉嘶吼，竟被生生的击穿。与此同时，广目天尊猛的迈步直接就冲入到了这头颅内，也不知展开了什么术法，其身体居然一下子膨胀成了巨人，将那头颅生生的撑开，撕裂2半。气势惊天，白小纯看得胆战心惊，实在是那巨木散发出的压迫感，仿佛要毁天灭地一般，乃至大地的沙漠都大范围的崩溃开来，苍穹失色。更有对方最后的神通之法，那突然爆发的不仅仅是身躯的大小，更有其肉身以及修为凝聚在一起后化作的滔天之力。此刻眼看那沙土形成的头颅崩溃，甚至都有传送之芒隐隐露出。白小纯内心一惊，对于这关乎自己以后是否改姓的事情，他岂能不在意？立刻就在心神内传出了增加此地难度的神念。几乎在白小纯修改了难度的同时，广目天尊仰天大笑的声音回荡整个沙漠。他看着那被自己撕成了2半，此刻崩溃中重新化作沙土的对手，虽自身呼吸急促，无论是修为还是肉身之力都消耗极大，可他的心中依旧是昂扬无比。仅仅是这第18关，就可阻挡除了古天君与是灵上人外的所有天尊了。不过这一关的难度就已到了这种程度，想来后面的19关、20关将更难。这样也好，难度越大，就代表奖励越加丰厚，更代表其他人没资格来与我争夺传承。广目天尊笑声中，身体一跃而下，他已注意到了传送之光的出现，感受到了自己的身体很快就要被传送，他也有打算要回广场上休息吐纳一番。等我成为了这扇子的主人后，第一个要杀的就是那白小纯，此人的恢复之力太过强悍，未来必定会是大患。广目天尊心下傲然，更是查看了一下白小纯走过的关卡，发现还在第7关后，他内心轻蔑更多，心底踌躇满志，只觉得这残善就是自己的造化之地，甚至未来借助此宝成就太古也都并非不可能。这么一想，广目天尊内心更为激荡澎湃。可就在这时，忽然的，他身体外的传送之光无声无息的刹那消失。广目天尊一愣，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体，又望了望四周，不由得诧异起来。怎么回事？还没等广目天尊反应过来，突然的，那原本消失的沙漠风暴再次爆发，甚至比之前还要惊天，
更是在这爆发下，居然出现了2个巨大的头颅，其战力与气势比之前的头颅更强。此刻咆哮中，这2个头颅直奔广目天尊。广目天尊心神一震，他觉得这第18关有些不大对劲，可如今来不及多想。随着那2个头颅的杀来，广目天尊吸了口气，大吼一声，再次展开神通术法，与这2个头颅一战。天昏地暗，遮天蔽日，世界都仿佛要被轰成碎片。广目天尊已经毫无保留，除了天尊关于念力的道法，他在这里被隔绝后无法展开外，所有手段，所有杀手锏几乎全部展开。终于在2炷香后，他拼着喷出鲜血，终于将那2个头颅再次彻底粉碎后，他的身体颤抖，近乎脱力一样，可目中却带着振奋。仰天大笑，是老夫小看了这第18关，不过那又如何？看着广目天尊在那里狂笑，白小纯怒了，他眼睛都有些发红。太猖狂了，我要让你绝望，增加难度，增加到最难的程度。白小纯神色变化，在心底咆哮时，这18关内立刻就有了扭曲，这扭曲的波动越来越明显。很快的，就连广目天尊也都注意到了，他面色一变，实在是这一刻的18关让他感觉很是不安。难道还没结束？广目天尊心惊的吸了口气，他的想法几乎刚刚出现，顿时整个世界内就有轰鸣声惊天回荡，风暴再次降临，弥漫整个世界时，一个个头颅幻化出来，不是数个，而是整整10个巨大的头颅。若仅仅如此也就罢了，广目天尊尽管骇然，但却不会头皮发麻。可紧接着，在这10个头颅后，大地轰鸣中，一只万丈大手竟直接从大地内伸出。很快的，一尊尊巨人竟从大地内站起。一共10尊巨人在起身时，与那10个头颅连在了一起后，他们头顶苍穹，脚踏大地，将广目天尊包围在内。远远一看，这一刻的广目天尊好似成为了一个弱女子，如同被10个粗壮又狰狞的大汉团团包围。其气势让世界颤抖，其气息让天地暗淡，恐怖至极。广目天尊呆呆地看着这一切，身体不停颤抖。第1090集钻了空子，不可能，这不可能！广目天尊身体颤抖，目中带着茫然，面对这4周出现的10尊巨人，他们身上散发出的气息感到恐怖无比。那气息虽不是太古，可却无限的接近。尽管这只是一场试炼，可对广目天尊而言，却是真实到了极致，更是有种匪夷所思之感，仿佛这残扇跟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没等广目天尊有任何反抗与挣扎，轰鸣之声滔天而起，那10尊巨人同时出手，展现出了足以毁天灭地之势，好似天地坍塌一样，向着广目天尊降临过去，就仿佛是10头惊天的凶兽，带着狰狞，狠狠地践踏而过。那冲击，那无边气势的爆发，就算是白小纯在苍穹上注视，也都忍不住吸了口气，实在是令人绝望。更有凄厉的惨叫声也在这世界内回荡。好在这一切没有持续太久，广目天尊的身影在数息后消失了，并非死亡，因为这场试炼并非生死考验，就算是失败，也最多就是被强行的传送出去而已。可这对广目天尊而言，虽不是生死，但也相差无几。他的骄傲，他之前的气势，他的一切都在这一刻全部崩塌了。而他更觉得庆幸的是，这残扇试炼的规则内蕴含了传送之力。他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传送归来这道规则的话，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样的无助凄凉。此刻，随着残扇广场上的光芒闪耀，广目天尊的身影幻化出来。他刚一出现，就喷出大口鲜血，身体踉跄的倒退几步后，猛地回头看向之前所在的扇谷通道。他的目中依旧带着无法置信以及茫然。怎么会这样？这不可能！那种难度，如果第18关就是如此难度，那么后面岂不是更为夸张？这里面一定有问题。广目天尊失魂落魄了，这一次的刺激实在太大了。广场上的其他人也都看到了归来的广目天尊，看到了他的迷茫，看到了他身体的颤抖，一个个都心底震动。不用怎么猜测，他们就能看出，一定是广目天尊在闯关中失败了。广目天尊之前是在第18关吧？居然连他都失败了，莫非第18关有什么奇异之处？否则的话，以广目天尊的气势，似乎不大可能在失败后如此失魂荡魄呀。众人纷纷心底诧异时，白小纯坐在远处，干咳一声，眨了眨眼，偷偷打量此刻那一脸茫然、有些无措的广目天尊，内心得意无比，振奋激动中更有傲然与喜悦。让你作弊，敢和你家白爷去斗？白小纯嘴角翘起，身心愉悦的不得了。尤其是这广目天尊那狼狈的样子，更是让白小纯觉得心头解恨。一想到此人之前不但挑衅自己，更是言辞威胁，白小纯就觉得自己如今只是给对方增加了一些难度罢了。这实在是因为自己太善良了。哎，我最大的缺点就是过于善良，在这弱肉强食的修真界，我不能这样的。白小纯感慨一番，时不时打量依旧还在浑浑噩噩的广目天尊，轻咳一声，又查看了其他人的闯关情况，索性一口气的全部都给增加了难度。很快的，就有传送之光陆续闪耀，一个个邪皇朝与圣皇朝的半神
天人都被传送出来，每一个人在出来后都是喷出鲜血，更是一脸骇然，心神狂震。不可能！我昨天在第3关时只是遇到了3只活兽，可今天竟出现了300只！天啊！你们不知道我遇到了什么？我在第5关里居然遇到了一具堪比天尊的傀儡！你们这算什么？该死的！那第7关我明明已经有了头绪，可方才闯的时候，这迷宫居然活了，在转圈。被传送回来的众人一个个都抓狂起来，随着相互的开口，很快的，所有人都吸了口气，就连广目天尊也都目中阴沉无比。难度加大了，这是所有人此刻共同的意识。很快的，古天君、司马云华以及元妖子、是灵上人也都被相继传送出来，他们都是被卡在了第16关里，始终没有成功也就罢了，突然增加的难度更是让他们也都面色难看无比。众人中只有白小纯这里内心暗喜，可表面上他不露出丝毫，装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甚至为了更逼真一下，他还当着所有人的面亲自去重闯迷宫所在的第7关，在那里绕了绕归来时，也装模作样的露出茫然，又失声惊呼：“这第7关变样子了！天啊，你们不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太吓人了！”白小纯的惊呼带着夸张，若是换了其他时候，必定又会让众人在心中冷笑。可如今在这广场上的双方修士，一个个都面色阴沉，无心去理会白小纯了。实在是他们想尽了办法，可还是在这些天的一次次闯关中全部失败。如今这残扇已经开启了大半个月，可众人的心头也都阴霾无比，看不到希望在何方。按照白小纯的计划，只要再坚持2个多月，那么就一切万事大吉。只是世事难料，在又过去了小半个月后，突然的，那在白小纯利用炼灵之力间接交手的残扇意志，似乎从之前的沉睡状态中重新苏醒。刚一苏醒，整个残扇就传出轰鸣巨响。与此同时，所有的关卡都在这一刻好似被重新净化一般，拨乱反正，直接就将白小纯之前增加的难度立刻调整回来。非但如此，这意志更是在苏醒后横扫八方，直接锁定了白小纯。似乎因某些原因，他无法直接针对白小纯，可那种权限的争夺以及碾压之意却是格外明显，让白小纯这里大吃一惊后，心跳砰砰的同时，也立刻盘膝坐下。天尊修为在体内运转，镇守自己的心神，更是保持自己与这残扇的冥冥联系不断。如同在惊涛骇浪中的孤舟，白小纯脑海轰鸣，心神震战中，他与残扇的冥冥联系好似被一次次的冲击拉扯，隐隐脑海中更有怒吼。若是换了半神强者，此刻必定早就心神崩溃，从而被那意志邪风雷之势斩断联系。可白小纯天尊修为，他虽无力反击，可若用全力去镇守，虽无法坚持太久，可短时间还是能支撑的。而这一切外人看不出来，哪怕广目天尊等人也都毫无察觉，这完全是超越了他们层次的斗法。这是一场对于残扇主权的争夺。时间流逝，很快过去了2个时辰，白小纯浑身不停颤抖，面色苍白。凭着他的修为，坚持到了现在已经是极致了，眼看心神就要坍塌，眼看那与残扇的冥冥联系就要被斩断。可就在这时，他的耳边传来一声不甘心的咆哮，随着咆哮的回荡，那残扇的意志竟如落潮一般，瞬间消散，似重新陷入到了沉睡中。当白小纯睁开双眼时，他的全身已经被汗水打湿，他心神消耗极大，此刻呼哧带喘，只觉得之前的一切太过凶残了。这残扇的意志似乎对自己恨之入骨一样。好在这意志本身似有缺陷，无法长久苏醒。白小纯狠狠地吸了口气。此刻随着意志的消失，他对于残扇的掌控也重新归来。可瞬间，白小纯就面色一变，该死，被他们钻了空子。白小纯清晰地察觉到，自己与残扇意志对抗的这2个时辰，竟有不少人闯过了曾经被他加大难度的关卡，如李东浩已度过了第6关，还有海神大尊也都到了第9关里。至于古天君、司马云华等天尊修士更是如此，竟都通过了第16关，到了第17关。第1091集，我再给你们加点。而最让白小纯这里恼怒的是广目天尊那边，此人竟不知找到了什么办法，居然是联合了元妖子、是灵上人3人一起同走一条扇骨后，联手出现在了第18关内。这显然是广目天尊总结了经验后，利用了某种白小纯所不知道的漏洞，使得3人在这第18关里同时出现，直接就将那出现的堪比天尊的头颅瞬间轰杀，使得这第18关顺利通过后，3人又用同样的办法闯过了第19关。此刻在白小纯看去时，他们3人已经到了第20关内。好在这第20关本身的难度就不小，广目天尊3人此刻所面对的赫然是一种有着牛头的巨大凶兽，这种凶兽的样子极为凶残，他们无论是在速度上还是在肉身上，其强悍的程度在某种方面甚至比之广目天尊都不遑多让。尤其是他们那高大的身躯，给人一种无法形容的力量之感，而暴躁的性格还有那外露的体征，都无不说明这些牛头怪都是雄性。他们口中传出的低吼，让这第20关所在的平原
好似天雷不断滚过，轰鸣八方。更不用说这些牛头怪，他们具备了极高的智慧，甚至在术法上似乎不需要掐诀，有着某种天赋神通一般，形成的一道道土黄色的光环，在扩散中，就算是广目天尊三人，也都必须要谨慎至极。一旦被这土黄色的光芒碰触，三人都会身体一颤，好似被一股无法抵抗之力穿透了身躯，直接轰击在了灵魂上。若是换了半神修士在这里，怕是瞬间就会心神崩溃，被驱赶出此关。甚至就算是天尊修为，三人若是单独到来，也根本就无法在这些牛头怪的联手下坚持多久。这第20关就仿佛是一道分水岭，从某种程度来说，此地众人无论哪一个想要渡过此关，都近乎不可能。如果真的有可能的话，那么也只能是白小纯了。凭着其强悍的恢复力，或许能在时限内凭着消耗生生磨过。同样的，这种凶兽在永恒仙域中根本就没有存在过。显然，这是一种在这残善主人所在的世界里曾经存在过的强悍凶兽。也正是因这第20关本身的难度，使得广目天尊哪怕三人联手，一时之间也难免耽搁了一些时间。否则的话，怕是当白小纯苏醒后，看到的将是广目天尊三人成功闯过20关。而一想到这样的结果，白小纯就觉得太过危险了。他可不想自己千辛万苦获得的权限有被人超越的可能。看来我之前还是太善良了，这一次，广目你个老贼，居然还在作弊，此事不能忍。白小纯怒了，双目血丝弥漫，死死地盯着第20关内的邪皇朝3位天尊。跟我比作弊是不是？看我怎么虐死你们！他奶奶的，我白小纯这辈子最恨别人作弊了。白小纯狠狠一咬牙，此刻顾不得其他正在闯关的修士了，他如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邪皇朝3位天尊所在的20关里。他说什么也不能让这三人成功。此刻随着与残善冥冥中的联系，他的神识立刻就降临20关中，传出了神念，将这20关的难度直接就调整到了最大的程度，没有丝毫保留，没有半点迟疑。瞬间，一道道外人看不见的波纹扭曲，就在这20关内扩散开来。而此刻的广目天尊三人正在彼此联手，与10尊强壮无比的牛头怪厮杀斗法，轰鸣之声不断的回荡八方。三人的面色虽都凝重，可目中都有金芒闪耀。我有预感，只要度过了这一关，我们之后将极为顺利。而最终到底谁可以获得传承，就看我们三人各自的机缘了。广目天尊深吸口气，沉声开口，内心更有振奋。实在是他之所以能找出这残善关卡的漏洞，与他身为准子有一定关系。可最重要的还是这残善因不完整，所以这里的关卡也受到了影响。这才给了他机会，让他琢磨出了三人一起闯关的办法，且三人也都有了约定。此刻袁妖子笑了笑，心中一样充满豪情。哪怕一向冷漠的适龄上人，如今也都藏不住激动。哪怕这里的牛头怪一个个强壮中带着凶残，可他们三人还是有把握，再过一段时间，必定可以将这些牛头怪一一击败。毕竟他们三人的配合虽不算完美，可相互之间认识这么多年，也经常联手。此刻广目天尊主攻，适龄上人主神通，袁妖子则是依靠阵法之力守护三人。哪怕看起来三人节节败退，可防守中的反击依旧犀利。甚至若仔细去看，能看到这些牛头怪已经快要精疲力尽，可一旦他们后退，广目天尊三人就瞬间冲出一战，周而复始之下，似乎的确用不了太久，这一关就会被三人联手攻下。白小纯冷笑，之前他紧张，可如今感受到了自己的调整难度后，对于这20关，白小纯已经没那么忐忑了。尤其是他隐隐察觉到了，随着与那气灵的一次成功对抗，似乎自己的权限也更为稳固起来。尤其是此刻降临在这关卡内的白小纯的神识，就隐隐察觉，似乎自己的权限可以延缓传送的出现，就是不知能延缓多久。白小纯舔了舔嘴唇，摸了摸储物袋后，目中露出狠辣之意。也正是在这时，轰鸣声回荡中，那10尊牛头怪轰然坍塌，被广目天尊三人在这一关时限快要结束前完成了这一关的要求。结束了，广目天尊心中一喜，袁妖子以及是灵上人也都内心振奋。可就在三人等待传送之光降临的刹那，忽然的一股压抑之意骤然降临整个20关。这气息首先察觉不对劲的，正是有过惨痛经历的广目天尊。他几乎刹那间就面色一变，身体急速后退，口中更是高呼：“又开始不对劲了！”几乎在广目天尊话语回荡的同时，袁妖子与适龄上人也都相继感受到了这20关内非同寻常的威压。二人面色一变，同样后退。在这三人都各自倒退的瞬间，忽然的隆隆之声轰天而起，震撼八方中，赫然在广目天尊三人的四周，凭空的出现了一道道高大粗壮凶残的身影。1尊、10尊、50尊，直至整整100尊牛头怪，他们的身影带着狂暴的气势骤然降临，随着一道道目光刹那落在广目天尊身上，齐齐咆哮后同时冲去。一时之间，仿佛地动山摇，如同天地坍塌般，广目天尊面色顿时大变，
元妖子与适龄上人也都吸了口气。该死，广木，你不是说凭着你的推算不会出现变化吗？之前10个牛头怪就让我们疲于应对，如今出现了100尊啊！元妖子呼吸急促，适龄上人也是心神震动。不是他们不敢去拼，实在是之前这牛头怪的打不死，让他们极为头痛。若是换了平常也就罢了，可如今他们刚刚看到希望，就立刻化作失望。这落差太大的同时，此刻他们只能后退。几乎在他们退后的一瞬，上百的牛头怪就咆哮的冲击过去。白小纯在天空上看到这一幕，冷笑起来：“想跑？100尊如果还不够，我再给你们加点。”白小纯狠狠一咬牙，他决定这一次一定要打下这广目天尊的气势，否则的话，他实在是担心有一天残山意志再次苏醒后，又与自己一战。趁这个机会，广目极有可能会真的突破了第20关。想到这里，白小纯神色内带着果断，又一次在本就到了极致的难度后，再次强行的超额的增加起来。顿时轰鸣声在这20关内回荡，本就已经骇然的广目天尊3人内心狂震，绝望的注意到，在这上百牛头怪的四周，草原内凭空的竟然又多出了上千尊牛头怪，一个比一个凶残，咆哮着如同发情的公牛，呼啸而来。天啊，强悍如广目天尊，也都在这一刹那，头皮都要爆开。第1092集，太善良了，这不可能！元妖子失声惊呼，身体哆嗦，心神在这一刻好似被颠覆一样，整个人都傻眼了。哪怕他身为天尊，在邪皇朝内可以说是地位之高，已然到了巅峰，受到无数人的仰视敬畏。可如今在这第20关里，在看到了四周突然出现的上千尊牛头怪后，他整个人心神都崩溃了。实在是这上千尊牛头怪，怕是邪皇在这里也都会倒吸口气。若将他们扔到永恒仙域内，恐怕永恒仙域都会粉碎崩溃。好在这里的一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虚幻的，只是如今对于元妖子与适龄上人而言，还是真实无比。这才20关啊！这不是50关，不是80关，更不是100关，为什么会这样？这难度的增加也太夸张了。3人心神震荡，相比于元妖子与适龄上人，广目天尊的内心更是坍塌。毕竟元妖子与适龄上人虽也曾遇到过难度加大的事情，可却没有被白小纯重点照顾过，而广目天尊这里之前的重点照顾，让他的信心几乎被碾压。如今好不容易重新坚挺过来，又遇到了比上一次还要恐怖的难度。唯一让他心底安慰的是，这一次他并非独自一人，有元妖子与适龄上人陪伴。此刻3人各自沮丧颓然中，也都急速的后退，并非是想要逃避，而是在寻找受伤最小传送出去的可能。他们的心底虽因这20关的难度而崩溃，但却没有太多的生死恐惧，毕竟之前的经历让他们早就明白，这场试炼没有生死，最终哪怕无法闯过，也最多是受伤后被传送出去罢了。广目天尊3人也都是果断之辈，眼下苦涩后退时各自散开，已经决定放弃了。此刻展开全力，试图让自己受伤的更轻微一些。很快的，远远看去就能看到那些牛头怪直接就将3人淹没在内，轰鸣碰撞之声震荡四起。可这一刻的广目天尊还远远没有意识到，与此相比，接下来才是噩梦的开始。白小纯恨啊，他恨这3人居然走到了20关，他更恨广目天尊居然和自己比作弊。同时他最担心的是以广目天尊这样的强者以及钻空子的心思，在之后的日子里，怕是稍微一个不注意，就会被这个家伙闯过20关。可惜在这里杀不了他，不行，要想个办法，最好是将此人困在这里。白小纯红着眼，这想法越来越强烈后，眼看广目天尊3人身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传送之光，甚至他都注意到了广目天尊3人脸上那似要松了口气的神情，这就让白小纯心底更不舒服了。此刻目光一闪，死死地盯着3人，他与这残善冥冥中的联系蓦然呼应起来。随着白小纯脑海里一次次的传出禁止传送的神念后，在广目天尊3人劫后余生之感刚刚升起，身体也都在这传送下出现模糊的瞬间，他们的传送竟被某种奇异的力量直接干扰。轰鸣中，在3人的错愣下，他们的身体从模糊直接清晰，随着清晰，他们身上的传送之光刹那消失。不可能，怎么回事？3人呼吸一滞，立刻倒退，避开扑来的那些牛头怪。一股强烈的不安在这一刹那浮上心头，这一次的不安感要比之前面对上千牛头怪还要强烈。相比于3人的骇然，白小纯精神振奋，他发现自己对于权限还是有很多不了解，需要慢慢摸索。此刻他精神高度集中，完全沉浸在与这残善的联系里，脑海的意志一次又一次的坚定回荡。禁止传送，禁止传送！这意志的散出，好似形成了某种法令，使得这20关的世界内波纹越来越多，四周开始扭曲，其明显的程度使得广目天尊3人也都注意到了。就在这3人吸气、内心狂震的瞬间，轰鸣之声突然的在这20关内爆发出来。随着爆发，广目天尊3人还不清楚具体的缘故，可白小纯用其权限清晰的察觉到了，这一声轰鸣后，
此地的传送已经被彻底禁止了。虽不是永恒的禁止，可除非是那残善的意志再次苏醒，否则的话，短时间内广目天尊三人根本就再没有可能传送出去。你们不是想要闯关吗？我成全你们，就留在这里天天闯吧。白小纯一咬牙，正要离去，可临走前他脚步一顿，还是有些不稳妥。我要确保，就算是这残善的意志苏醒后，化解了此地我留下的法令，那3个老贼也都精疲力尽，没有办法继续闯关。白小纯若有所思，想到这里后，他取来了一大把发情丹。可惜这发情丹不多了，不然多放一些进来也罢，这些估计也差不多够了，我就不信了，到时候你们还有力气。白小纯哼了一声，直接就将那些发情丹捏碎后变成了飞灰，向着那些牛头怪撒了过去。发情丹的粉末随风扩散，融入到了那些本就暴躁的牛头怪的身上。白小纯没看具体的结果，在扔完发情丹后，美滋滋的离开了这注定将会成为一片惨绝之地的20关。只是白小纯没去看的一幕，广目天尊三人身为当事者，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几乎是第一时间就注意到了四周的那些牛头怪，一个个突然的在奔跑中停顿下来，粗重的呼吸声在下一瞬此起彼伏，很快连成一片。与此同时，这些牛头怪的双眼直接就赤红一片，口中更是发出嗷嗷的嘶吼声。仅仅是这声音就让广目天尊三人头皮发麻。这些牛头怪怎么了？我有种强烈的不妙。该死，他们莫非是发狂？广目天尊三人惊呼的同时，这些牛头怪更为夸张的，一个个身体竟膨胀起来，更有青筋鼓起，似忍耐到了极致后的爆发。上千牛头怪同时咆哮起来，看向广目天尊三人时，那目光的可怕程度让广目天尊三人浑身一抖。不好！三人骇然中，四周的牛头怪一个个发出惊天的咆哮，似乎广目天尊三人此刻在他们的目中成为了这天地内最美丽的、最有诱惑的同类，一个个争先恐后，前仆后继的直奔他们发狂而去。结局如何，无人知晓。哪怕是白小纯，也都在归来后没有再去太过关注，只是偶尔的神识一扫，看到的画面让他也都觉得身体一颤，赶紧收回神识。这不怨我，实在是这3个家伙主动惹我的，而且他们和我比作弊。白小纯干咳中赶紧安慰自己，从此之后再也不去关注，而是把精力放在了其他人身上。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阻止一个个修士闯关，当然他自己也时而去应付一下，装出苦恼的模样，与大家一起唉声叹气。时间流逝，很快过去了半个月，距离残善给出的时限如今已过去了一半，而广目天尊三人的失踪也渐渐被人察觉，纷纷诧异，尤其是邪皇朝的那些修士，一个个都有些不安，就连古天君与司马云华也都对此很是不解，暗中越发警惕起来。只有白小纯这里，每次听到别人谈起广目天尊三人，都心底有些发虚，想着要不要去关注一下，可一想到曾经自己看到的画面，白小纯就干咳中再次放弃了。我还是太善良了，担心看到后会忍不住把他们给放出来。白小纯感慨中觉得自己最大的缺点就是心太软。第1093集邀请之后的日子，白小纯每天过得都很充实，那种阻止别人闯关的感觉，保护自己财产的喜悦，使得白小纯这里越发的觉得这一次的残善之行实在是太值了。最重要的，随着时间的流逝，白小纯已经能很确定没有人可以闯过20关了，这也就代表了他将成为这残善的主人。这种想法，这种期待使得白小纯每天都精神盎然，可他知道此事不能被人看出，于是装模作样的表情，唉声叹气的神色，在他这里已快要成为习惯了。直至又过去了半个月，在白小纯心中数着日子，等待着剩下的最后1个月快点过去时，从进入这残善后，就几乎没有对白小纯有过什么理会的古天君与司马云华突然到来，找到了白小纯。面对2人的突然出现，白小纯吓了一跳，可表面上却很镇定，只是心中也早敲起鼓来，琢磨着莫非是2人看出了什么端倪。好在古天君虽始终一脸阴沉，可司马云华却是脸上带着笑容。将四周众人驱散后，司马云华打量了白小纯几眼，笑着开口：白道友，我看你在第7关也有2个月，有一笔交易，不知道你愿不愿做。白小纯一听这话，目光一闪，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眯起眼看着司马云华。对于白小纯的目光，司马云华没有意外，依旧脸上带着真诚的笑容，解释起来：白道友可知，那广目天尊、元妖子以及是灵上人，这3位如今在何处？这句话一出，白小纯内心一跳，他当然知道这3位在什么地方，可如今司马云华的话语让白小纯觉得有些不对劲。司马道友，有话直说。白小纯眼睛一瞪，掩饰自己心虚，冷声说道：白道友不要误会，司马没有恶意，哪怕白道友身为通天世界之人，可我们毕竟都是来自圣皇朝。司马云华依旧微笑。至于广目天尊3人的事情，我也不瞒白道友，我与古道友追查许久，已找出了一些端倪。这3人应该是利用了某种残善的纰漏，
使得三人同时踏入一处关卡内，凭着三人之力一起闯关。司马云华语气带着肯定，说完后还留意了一下白小纯的表情，白小纯也顺势的露出了恍惚中带着一些怀疑的神情。如今他们三人要么是被困在了某一关内，要么就是有了其他的办法去了这残扇的另一处区域探索。可不管如何，距离残扇传承的时限只剩下了1个月，我们如果再不联手，不一起做些什么，这一次的机缘怕是就与我等无关了。司马云华笑容收起，严肃凝重起来。而在下这里也在近日研究出了广目天尊所找到的纰漏之处，同样有办法让我们三人一同踏入同一关卡内。实话实说，我与古道友如今就是在那第18层内被困住了，凭着我2人之力无法度过，所以才来找白道友你。我们可以帮你度过第7关，乃至之后的所有关，直至你到了第18关后，我们三人联手，在这最后1个月拼一把。说完，司马云华看向白小纯，若是换了白小纯还是半神的时候，他就算是需要白小纯的帮助，也不会这般说出实情。可现在的白小纯已是天尊，且虽2人没有交手过，可直觉上司马云华能感受出白小纯明显不弱。这样的人没有交集也就罢了，一旦有了交集，必要的实话是定然要有的，所以他之前所说的几乎全部都是真实。此刻说完，他在等白小纯的选择。他不信白小纯会拒绝，按照他与古天君的商议，白小纯根本就没有道理去拒绝此事。毕竟白小纯始终被卡在第7关，这与修为无关。第7关的迷宫，若是没有准确的办法，根本就无法闯过。而接受司马云华的主意后，最起码白小纯这里在前18关已经绝对没有问题，有古天君以及司马云华的帮助，怕是很快就会全部通过。可以说，无论古天君与司马云华有什么心思，最起码在之前的阶段里，他们是付出的一方。这一点也是古天君与司马云华笃定白小纯不会拒绝的原因所在。白小纯目露沉思，在司马云华看去，白小纯这是在衡量，可实际上，白小纯是在琢磨拒绝之后的麻烦。这2个家伙没事找事啊，我老老实实的闯我的第7关，1个月后这扇子就是我的了，多好啊！他们非要找我去联手，这事又不能拒绝，一旦拒绝的话，其不合理的地方必然会被这2个家伙深思。若是真的被他们猜出了什么蛛丝马迹来，就得不偿失了。白小纯纠结一番，心底叹了口气，知道自己不能拒绝了，虽不情愿，可表面上还是目光一闪后冷声开口：第7关直至第17关的奖励如何分配？还有联手后破关的奖励又如何分配？听到白小纯的话语，司马云华脸上再次露出笑容。白道友的关卡自然是归你全部所有，至于我们3人联手后也简单，均分即可。古道友，你意下如何？司马云华说着，看向古天君。白小纯心底也腻歪，可总要装得像一点，于是也看向古天君。古天君冷哼一声，虽没说话，可却点了点头。有了共识之后，对于这种在司马云华看来双赢的事情，他不相信白小纯会反悔。况且就算是反悔了，他也有其他办法去与白小纯重新沟通。此刻没有什么顾虑，司马云华立刻开口，将闯第7关的重点告诉了白小纯。毁了迷宫？白小纯一愣，他这段日子根本就没去琢磨第7关，此刻听到司马云华的答案后，仔细的想了想，这的确是一个办法，也符合第一个闯关者广目天尊的性格与行事方法。既然找不到出口，那就打一个出口。只不过显然能做到这一点的，怕是只有天尊修为才可。半神修士就算意识到了这一点，也无力做到。司马云华笑了笑，继续将第8关直至第17关，他闯关的经验都告诉了白小纯，这里面的确没有保留。对于闯关的速度，他比白小纯自己都着急。这一点对于掌握了权限，甚至亲自增加了难度的白小纯来说，他很是清楚。司马云华没有隐瞒，虽不情愿，可也没办法，只能起身去了第7关。不过白小纯有自己的小心思，琢磨着自己拖延一下，争取多拖几天，反正1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只是白小纯还是小看了司马云华与古天君的交集。在白小纯慢吞吞的拖延了3天后，在他刚刚闯到了第11关时，司马云华与古天君已经不耐了，2人竟主动展开了秘法，打着帮助白小纯的旗号，直接就进入到了白小纯的关卡内，一路势如破竹，甚至都不需要白小纯自己动手。轰鸣中，短短的1天时间，在白小纯的哭笑不得中，就帮助他直接闯过了17关。拿着那些奖励品，白小纯眨了眨眼，总觉得这古天君与司马云华目的极深。这2个老贼，莫非是想害我？白小纯顿时警惕，司马云华也心底无奈。若有可能，他也不想这么明显，可实在是白小纯那慢吞吞的速度，若是他不出手，怕是半个月后也都到不了17关。这家伙太谨慎了。不过他就算再怎么小心，只要进入到了18关，司马云华心底冷哼，可表面上却很是热情。白道友，我知道你心底疑惑，我也不瞒你，这第18关的确需要我们3人合力才可，而时间太紧了，所以我们才出手相助。现在我们可以去18关了吧？第1094集，胆赢我。
白小纯表面露出狐疑之意，看了看司马云华。至于古天君，从始至终都是那么一副好似死了道侣一样的表情，也不知是不是刻意露出。不过白小纯觉得自己在古天君的脸上是看不出太多痕迹了，也不知道这古天君是不是真的死了道侣。若不是的话，他天天这样阴沉着脸，累不累啊？白小纯咳嗽一声，若是换了其他时候，他必定想尽方法远离司马云华。可如今他心中有底气，别的地方不敢说。在这残善的前20关内，白小纯可以拍着胸口放1万个心，很确定自己绝对不会有意外发生。且为了不引起没必要的怀疑，白小纯装模作样的沉思之后，这才勉强的点了点头。眼看白小纯同意，司马云华终于松了口气，脸上笑容更为真诚，向着白小纯一拜后，三人一同去了司马云华的山谷上。到了第18关所在之处后，古天君始终面无表情，白小纯则是密切打量。虽之前司马云华与古天君多次进入他的关卡，可每次都是在白小纯进入后，他们才到来。所以对于这司马云华到底是如何做到的，白小纯也很好奇。只是看了半晌，白小纯也没看出什么端倪，只注意到司马云华双手掐诀后，从其储物袋内拿出一束光团。没等白小纯看清晰，这光团就蓦然闪耀，将三人笼罩在内。下一瞬，白小纯耳边传来轰鸣声。当眼前的一切重新清楚时，他们三人已经离开了山谷通道，出现在了第18关内。黄沙弥漫，有呜咽的风掠过四周，掀起阵阵尘土的同时，远处有沙暴正在快速凝聚。放眼看去，四周荒凉无比，只有那满地的飞沙走石在移动中，似于沙土内藏着莫名的杀机。白道友可曾看出了本尊使用的办法？司马云华嘴角微动，似笑非笑的望着白小纯，心底冷笑。他之前就注意到了白小纯的目光，知道对方想要找出自己能进入别人关卡的秘密所在，而他这里早就有所提防。实际上，别说是白小纯了，就算是古天君亲眼看到了司马云华数次展开那种手段，也都没有看出个究竟。白小纯内心哼了一声，正要开口，可就在这时，远处的沙暴内有咆哮之声蓦然传出，轰鸣中回荡天地，四周大地也都震动起来。能清晰的看到远处的沙暴好似翻滚，一颗硕大的头颅在眨眼间就凝聚出来。那吼声正是这头颅发出，其全身散出的威压如同天尊。古天君与司马云华立刻神色肃然，白小纯眨了眨眼后也赶紧摆出一副凝重的样子，可口中却是质疑起来：就这么一个沙土头颅就把你们困住了？白小纯明知故问，斜眼不屑地打量古天君与司马云华。白道友莫要小看这18关，此关若只是一个沙土头颅的话，我与古道友任何一人都可闯过。可只要将这沙土头颅击溃，会在瞬间出现10尊，更会从大地内出现10尊无头巨人，相互连在一起后，完整的沙土巨人实力与我等不相上下。而这一关的重点，就是要将那10尊沙土巨人彻底击溃才可。司马云华正说到这里，忽然的，远处沙土内的头颅就咆哮的直奔三人而来。古天君目光一闪，没等白小纯与司马云华出手，就猛地一步走出，右手抬起时，一道虚幻的剑影刹那间就出现在了他的手中。顷刻的功夫，这虚剑就直接凝实起来，成为了一把古朴的大剑。被古天君一把握住后，一股惊天动地的气势从古天君身上滔天爆发。这气势之强，哪怕白小纯也都心神狂震，只觉得这一刻的古天君整个人如同其手中的剑一样凌厉无比，锋芒毕露，无法阻挡。在这气势掀起的同时，在那沙土头颅呼啸狰狞而来的刹那，古天君眯起眼睛，手中的剑干净利落，没有半点迟疑，向着沙土头颅隔着很远一剑斩落。剑啸之声让此地沙暴一时为之定住，整个苍穹在这一刻都好似要裂开，一道无尽剑气直接爆发出来，所过之处沙石全部被摧毁。大地颤抖中自行的出现了一道沟壑，四面对这惊人的一剑无法去阻挡丝毫。而这剑气的速度也太快，掀起刺耳的呼啸后，就直接的轰在了那沙土头颅上。这庞大的头颅猛地一震，眉心直接就裂开。在几个呼吸后，一声惊天轰鸣下，这刚刚出现的气势汹汹的头颅就被古天君直接斩杀。一剑之后，强悍如古天君也都呼吸微微急促起来。显然这一剑对他来说施展出来也绝非寻常。白小纯在一旁有些傻眼，连连吸气。他之前曾看到过广目天尊与这头颅的一战，在他看来，广目虽强，可也算正常范围内，但如今古天君的出手，那一剑的锐利让白小纯头皮有些发麻。这家伙居然这么厉害，不过也与广目老贼有所隐藏有关，而且这古天君身为剑修，或许在爆发上有其独特之处。白小纯勉强压下心神的波澜，立刻注意到那头颅崩溃后，这四周的风暴一下子就更加狂猛，四周呼啸之声回旋，一层层风暴突然爆发，甚至隐隐可见那些风暴内正在飞速形成的头颅。大地更是颤抖中，有低吼从地底传出，一只只巨人的手臂竟拔地而起。
白小纯赶紧装出一副震撼的样子，可就在这时，古天君喘息之后，竟右手再次抬起，虚剑幻化成为实质，被他握住后，这一次居然是向着白小纯一剑落下。古天君，你什么意思？白小纯吓了一跳，速度瞬间爆发，他自然要比那头颅灵活太多，此刻倒退中直接就避开了那虽锋利，可在速度上还是与自己有些差距的剑气。只是就在白小纯倒退的同时，司马云华咧嘴一笑，双手掐诀中，他的手中直接就出现了一道刺目的光芒。引灵光！司马云华低吼，双手向着白小纯猛地一推，顿时他手中的那团光刹那脱离其身体，直奔白小纯而去，且明显算计了白小纯倒退的路线，与古天君的那一剑配合极为完美，根本就不给白小纯完全闪躲的机会。若仅仅如此也就罢了，可同样在这一瞬，四周沙暴内的头颅纷纷咆哮的冲出，与大地上拔地而起的十尊巨人各自连在一起后，浑身气势滔天爆发，竟没有去理会古天君与司马云华，似被那道引灵光吸引，从四周直奔白小纯而去。大地轰鸣中，这十尊巨人速度太快，眨眼的功夫竟出现在了白小纯的四周，仿佛当初广目天尊所面临的局面再现，只不过这一次是出现在了白小纯身上。若是换了白小纯炼灵残善之前，面对这一切，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只能遗憾的选择放弃。可如今一切不同了，白小纯顿时就恼怒起来，尽管没有猜出全部，但也了解了七八之多。司马云华，这与你之前所说的可不一样。白小纯咬牙怒吼：“白道友莫要慌乱！实话，这第18关的传送出了问题，不多坚持一会儿的话是没法传送的。我若是你，就抵抗下去，这样的话就可给我们二人争取一些时间，而我们的约定自然也还会继续。”司马云华含笑，与古天君急速后退，各自双手掐诀，有神通术法正在酝酿。敢阴我！白小纯眼睛一瞪。第1095集，说好的死不从。身为圣皇朝的天尊，哪怕如此明目张胆的阴了白小纯，可表面上司马云华的神情依旧是微笑，甚至仔细去看，还可以看到他恰到好处的露出了一丝歉意。只不过这一切都是刻意表露的，在其内心，此刻真实的只有冷笑。在他看来，想要度过这第18关，凭着他与古天君根本就不可能做到，除非是有人愿意牺牲一下，吸引那些神智不高的沙土巨人的注意。如此一来，有古天君的灵力剑气，再配合他司马云华的大范围术法，如此一来才有成功的可能。实际上在这之前，他就已经想过很多个办法，可都没有什么作用。这些沙土巨人虽心智不高，可这18关内一切阵法禁制都全部失效。至于找一个半神进来，也坚持不了多久。思来想去，似乎只有白小纯最为符合要求。这也怨不得我，谁让你贪心这第18关的奖励以及度过18关的成绩呢？司马云华心底感慨，一边施法，一边看着白小纯，就如同他之前断定白小纯一定不会拒绝一样。此刻的他也同样判断这白小纯一定会去拖住那些沙土巨人，因为大家都不是寻常的修士，事情到了这一步，就算有再大的仇怨，也都会理智的去先将眼前的事情解决掉，该拿的利益自然不会放手。而司马云华也确定自己虽有利用之意，可若真的成功的话，承诺的那一份不可能不给。这么一想，司马云华的笑容更真诚。白小纯看着司马云华的笑容，心底冷哼一声。实际上，若白小纯想离开，那太容易了。不过在看到司马云华的笑容以及远处古天君目中的讥讽后，白小纯改了主意。这两个老贼，你家白爷已经对你们狠人至义尽了。之前我都是针对广目他们3个，对你们2个只是加大了难度，没有去让你们绝望。结果现在，你们居然把主意打到了我的头上。白小纯很清楚，若自己没有获得残善的2成权限，那么这一刻的自己将被动到了极致，离开又无法离开，摆在眼前的只能是坚韧。而最终就算是成功了，自己不死也要重伤。哪怕对方给了他3成这第18关的奖励，可又有什么用处？无论是后面的19关还是20关，白小纯都会因这一次的伤势以及2人的排斥，从而被阻挡在外。这也就罢了，他们2个如果和我实话实说，我还能勉强在心里接受一些。如此明目张胆的利用，真以为我白小纯好欺负啊？白小纯眯起眼，身体急速后退，四周那10尊沙土巨人咆哮不断的轰击下，白小纯也感受到了，除非是动用一些神通，否则的话自己坚持不了多久。在我的地盘敢这么坑我？白小纯深吸口气，放弃了要离开的想法。他琢磨着就这么走了，太便宜这2个家伙了。于是发出一声低吼，身体不再后退，直接就向着四周来临的10尊沙土巨人撞击过去。与此同时，他与这残善冥冥中的联系也大范围的展开，其身体四周都出现了波纹扭曲。在他的身体与那些沙土巨人撞击的刹那，这些沙土巨人竟一个个目中有瞬间的茫然。茫然过后，就是一声惊天动地的轰鸣。白小纯发出一声惨叫，喷出一口鲜血，身体踉跄的退后几步。不行了，你们自己想办法吧，
这些巨人太厉害了，我受伤了，我要死了！白小纯惨叫中，直接就倒了下来，躺在那里一动不动。而那些沙土巨人竟似乎真的认为白小纯已经陨落般，看都不看一样，在那里咆哮之后，齐齐转身看向了司马云华与古天军，迈着大步，带着凶残与疯狂的气势，直奔二人冲去。该死的，这家伙居然装死！司马云华一愣，眼看那10尊沙土巨人扑来，他头皮一炸，来不及去想这些沙土巨人为何就真的认为白小纯已经死亡。他手中已成型一半的术法，同样来不及继续酝酿，猛地一挥而出，形成一片漫天大火，轰然间就扩散八方，其身体也在瞬间倒退开来。古天军那边也是如此，二人急速后退时，看着躺在那里装死的白小纯，都面色阴沉无比。身为天尊，不愿意配合直说就是，居然装死，实在是丢人现眼。白小纯，你哪怕有天尊修为，可你没有一颗强者的心。古天军目中的厌恶之意更为强烈，在他看来，哪怕到了生死危机，自己身为天尊，也绝不会走装死这条道路。此刻更是一晃之下，就要越过这些沙土巨人，杀向白小纯。白小纯躺在那里，眼看这一幕，心底更为生气，心念一动之下，顿时他的四周沙暴骤然幻化，赫然从其内，直接就走出了上百个高大的沙土巨人。这些巨人一个个咆哮冲出，吓得原本准备冲来的古天军倒吸口气，心神好似有10万天雷爆开，没有半点迟疑，急速倒退。司马云华也一样被这一幕震撼，失声惊呼：居然还有第3层变化！听着司马云华的呼声，白小纯有些遗憾，琢磨着若非自己口袋里的发情丹实在不多了，自己还可以给你弄出第4层变化出来。在白小纯感慨时，这上百的沙土巨人形成的气势足以碾压一切，所过之处，古天军与司马云华节节败退，鲜血大口大口的喷出，他们心底也在焦急。按照司马云华的判断，这第18关传送出了问题，怎么也要再坚持1炷香的时间才可有传送出现。若是10个沙土巨人，他与古天军自然可以坚持，只是眼下上百的沙土巨人，他们除了头皮发麻，已经没有了其他的主意。该死的，怎么会变成这样？司马云华低吼一声，咬牙之下，竟在那些追逐而来的沙土巨人靠近的瞬间，直接就倒了下来，气息瞬间消失，选择了与白小纯一样的装死。白小纯一看，顿时乐了，心念一动，立刻那些原本要扑向司马云华的沙土巨人，似乎在判断上也认为司马云华已经死亡，于是全部调转目标，直奔此刻在这里唯一的活人古天军。古天军傻了，白小纯装死也就罢了，司马云华也一样装死，这就让古天军纠结了。可当他看到四周上百个沙土巨人，那一双双带着疯狂的眼睛以及散发出恐怖气息的身影正距离自己越来越近时，感受着大地的震动，古天军狠狠一咬牙，直接就倒了下来，收敛气息，选择了装死。可他的装死显然是失败的，那上百个沙土巨人似乎认定了古天军一样，依旧轰鸣而来。很快的，古天军凄厉的惨叫就从其装死的地方传出，他喷出鲜血，急速倒退，内心更是悲愤到了极致。该死的，这不公平！司马云华也装死，你们怎么不去找他？这种强烈的不平衡让古天军都要抓狂。白小纯听了后也觉得有道理，于是很快的就分出了一部分沙土巨人，直奔正松了口气的司马云华呼啸而去。司马云华眼珠子都差点掉下来，内心疯狂的诅咒更是觉得不可思议。在他判断，这些沙土巨人心智不高，可如今这么一看，对方哪里是不高啊？这分明是在玩弄他们。他不是没怀疑过白小纯，可实在是无法想到，白小纯如今的身份已经间接的算是这残善的主人之一了。第1096集广目归来。在那100多个沙土巨人的围攻下，司马云华与古天军根本就无法腾出手去找白小纯的麻烦，甚至此刻脑海都来不及去思索白小纯，实在是他们的全部心神都必须要放在应对这上百沙土巨人上。稍微一个不谨慎，对他们而言就是万劫不复。好在这种煎熬，在二人各自都喷出数口鲜血，吞下了大量恢复丹药后，终于熬到了传送开启的时间。当他们的身体上出现了传送光芒时，二人都有了劫后余生之感，争先恐后的急速离去。对于这第18关，他们已经绝望了。在二人离去后，白小纯睁开了眼，傲然得意地从地面上站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小袖一甩，抬起下巴，淡淡开口：我白小纯甩袖间，天尊也要灰飞烟灭。你们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该惹我。白小纯觉得自己后2句话说的实在是太有味道了，琢磨着以后要多说一些才是。四周的那些沙土巨人此刻一个个也都停顿下来，一动不动。白小纯目光在他们身上扫过，心底也有遗憾。他不是没想过将这些巨人带走，可一方面做不到，另一方面通过自己的权限，白小纯知道这些傀儡只有在这里才能真实存在。若是带走了，在外面只会成为虚幻。也不知道当年炼制这把扇子的主宰是怎么做到的。白小纯嘀咕了几句，
想了想自己要不要闯过这第18关，来气一气司马云华与古天军。考虑之后，为了减少怀疑，白小纯只能叹了口气，打消了自己这个去卖弄的念头。呼唤了一声传送后，他的身影渐渐被传送之光缭绕，很快消失。出现时，已在了残善的广场上，几乎刚一走出，立刻就有一道剑气含怒而起，直奔他而来。好在白小纯早有准备，此刻眼睛一瞪，毫不退缩，右手直接握拳，在那剑气来临的刹那，直接一拳轰出。天地轰鸣，巨响惊天之下，白小纯身体噔噔噔连续退出100丈开外，那剑气同样崩溃开来。至于袭击白小纯的古天军，他之前本就受伤严重，更是疲惫到了极致，哪怕有丹药恢复，也都有了暗疾。此刻虽含怒出手，可自身也在白小纯那一拳的反震下倒退数10丈。抬头时，他呼吸急促，死死地盯着白小纯。白小纯，你赢我！司马云华也出现在了古天军的身边，目中带着寒芒，盯着白小纯。白小纯斜眼看了看二人，若是他们没受伤，白小纯还要顾忌一些。此刻二人伤势都被强行压着，白小纯自然无所畏惧。先搞清楚是谁赢谁。不过若你二人依旧胡搅蛮缠，那么就来吧。白某人你们也很久了，大家给我做个见证，可不是我主动惹事，是他们2个联手要来欺负我。回到了圣皇朝后，就算是圣皇陛下也会给我做主。白小纯眼睛一瞪，强硬开口。他言辞犀利，话语一出，直接就将古天军噎在了那里。看向白小纯时，他目中的杀机正在不断的爆发。不过相比于他，司马云华更为理智。他深深的看了白小纯一眼后，忽然笑了，是在下小看了白道友。说着，他向着白小纯一抱拳，没再二话，转身去了远处，盘膝继续打坐休养。古天军自己站在那里，半晌之后，冷哼一声，生生压下内心的杀机，转身走远。一方面他知道自己此刻的状态不适合动手，另一方面则是他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在这里与白小纯动手的话，自己哪怕修为比白小纯高深，可依旧还是极为危险。眼看古天军与司马云华竟都甩袖离去，四周原本看热闹的众人一个个都暗中吸了口气。他们不傻，早就看出了端倪，尤其是海神大尊等人隐隐了解一些情况。此刻眼前这一幕，司马云华与古天军的放弃，还有方才白小纯的那一拳，使得他们对白小纯这里都心神震撼不已。很明显，他们3人是彼此有了摩擦，可最终的结果竟是这白小纯占据优势。此人看起来4人畜无害的样子，可实际上从踏入这残扇开始，这白小纯似乎就没吃过亏。而且此人不费吹灰之力，居然都到了18关。众人一个个吸气，在看向白小纯时，心中也都有了忌惮之意。白小纯眼看如此，内心更为得意了。哎，没办法，走到哪里都会引来众人的目光，这也并非我的本意。白小纯摇头，找了个地方盘膝坐下，心底美滋滋的，只期望时间过得再快一些。如今距离时限结束只剩下了大半个月，似乎白小纯的祈祷灵验了。时间流逝，半个月一晃而过，距离时限结束只剩下了2天。这半个月里，没有人继续闯关了。一次次的失败已经让几乎所有人都已经放弃了，只有那么3、5人虽还没有放弃，可也早就没有了热情，只剩下了一股不甘之意在推动。古天军与司马云华2人在休息恢复后，也曾再次试图闯18关，可最终依旧还是失败。他们在叹息后，也都不再继续闯关。渐渐的，这广场上的众人谈论最多的就是广目天尊3人了。他们3位的失踪，此刻没人觉得是被困住，在那各种猜测里，认为广目3人获得了其他造化的说法，占据了大半，甚至古天军与司马云华也都这么判断。只有白小纯在听到这些人的议论后，干咳了几声。终于，这最后的2天风平浪静的过去。这一次的传承试炼在结束的这一刻，众人被隔绝的神识全部解封，所有人的心头都有种荒诞的感觉。古天军、司马云华都是如此，他们这一生闯荡过太多的试炼之地，可从来没有任何一处与这残扇般让他们觉得无法接受。他们可以承受失败，可这残扇的试炼似乎有了灵智一般，那是一种深深的恶意，是你无论怎么努力也都不会让你过关的冷酷。直至此刻结束，没人觉得遗憾，反倒是不少人都长长的松了一口气。这最后的2个月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折磨，或许只有广目天尊3人才是最终的机缘造化者。这个想法在很多人的心底升起，而在结束的那一瞬，也没有曾经开启时的意志出现，一切的结束都是那么的突兀。唯独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是，他们看到这广场上出现的传送之光内爬出的3个人，的确是爬着出来的，衣衫褴褛，目光呆滞，甚至身体都在无意识的颤抖，脸上、嘴角、身上都是鲜血的3个人。他们正是众人心里认为已经获得了机缘造化的广目天尊、元妖子以及是灵上人。四周一下子就寂静了，每个人都愣在那里，
呆呆地看着这三个好似经历了千军万马践踏蹂躏的三位天尊。短暂的安静后，是所有人无法控制的哗然与惊呼。天哪！他们三个难道不是有了机缘造化？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居然被折腾成这个样子？你看他们的神情，那是一次次绝望后的呆滞，还有他们身上的鲜血，在这众人的惊呼里，白小纯的声音格外的尖锐。他此刻脸上带着夸张的骇然，带着不可思议，指着广目天尊大声喊了出来：“怎么会这样？我本以为自己够惨了，可却没想到你们居然比我还惨！”他的话语此刻已经没人注意了，立刻就有邪皇朝的半神修士快步走出，如那李东浩就是其中之一，赶紧要去将三位天尊扶起。元妖子以及是灵上人还好，此刻虽呼吸急促，可神智已勉强恢复了一些，唯独广目天尊似被特殊照顾过，此刻在李东浩去扶他时，这铁塔般的大汉竟尖叫一声：“别碰我，不要碰我！”第1097集，白小纯，一定是你！好在广目天尊的失态只是片刻就恢复过来，当他站起身时，他的目中赤红一片，在这四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扫过。元妖子、是灵上人也是如此，他们的目光带着无尽的疯狂与仇恨，似乎正在寻找着什么。而一旦找到后，他们哪怕拼个你死我活，也要爆发出生命的滔天之怒。经历了这2个月的折磨，他们在一次次的恨不能死去的痛苦里，早就将这件事情看得清清楚楚。他们确定自己三人之所以如此下场，必定是有人针对他们而出手，不管此人是用的什么办法，可事实一定是这样。这一点，他们三人在这2个月里无比确定。四周众人此刻都在心惊之后，也看出了广目天尊三人的不对劲，纷纷若有所思时，白小纯立刻就心虚起来，琢磨着这3位居然真的能活着出来，实在是太强了。可不能让他们知道是我干的呀，不然的话他们就疯了。白小纯想到这里，也赶紧学着四周众人的样子，装出若有所思之意。白小纯，一定是你！可就在白小纯这里装模作样时，广目天尊一声咆哮，以那赤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白小纯。白小纯心底一惊，可表面上却是眉头皱起，冷冷地看着广目天尊：“你什么意思？”白小纯缓缓站起身，目中恰到好处地露出一丝疑惑之意。广目天尊呼吸急促，正要走出，可却被其身边的元妖子一把抓住。元妖子的目光也在白小纯身上凝望了片刻，随后看向四周众人，甚至脑海都雷霆轰隆的。在他的目中，他立刻就看到前方第10台阶外，此刻竟逐渐的幻化出一块又一块弥漫了威压的巨大石块，11、23、35、49、67、81，直至100。这怎么可能？100台阶！李东浩只觉得头晕目眩，身子都有些站不稳，似眼前的一切荒诞到了极致，超出了他的想象。在他的目中，他前方的大量台阶此刻直接就